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从仙界到凡间的古装3部曲，演技如何？你喜欢哪部？她好像天使落入凡尘，总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和美好。她就是赵丽颖。赵丽颖出演的作品总是有着里程碑般的创作意义，总能开创影视剧的先河。她出演的电视剧就像是商人出精品的过程，你无我有，你有我怜，你怜我精，你精我转。所以赵丽颖的电视剧从古装剧到现代剧到创业剧，总能跟上时代的发展，而且步步是经典。她是出演古装剧被广大观众认可和喜欢的。首先是错点鸳鸯中一个人分别饰演的性格迥异的柳家小姐和丫鬟，这是她的首部女主角古装剧。接着出演了于正老师陆贞传奇，陆贞打破传统传女不传男的偏见，传承家族烧制官窑瓷器的手艺并发扬光大，最终升为宫中女官。与陈伟霆主演的《蜀山战记》，合作李易峰的《青云志》，还有《花千骨》、《楚乔传》、《有匪》等。在众多古装电视剧中，这3部作品对赵丽颖的人生和戏路有着峰回路转般的影响。第一部，首创玄幻古装剧《花千骨》。这部根据 Fresh 果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玄幻电视剧，由赵丽颖和霍建华主演。这部剧使赵丽颖的演技被认可，让观众感受到剧中人小谷其实就是现实版的赵丽颖，她就是剧中的人物性格和人生状态刻画。花千骨是上天选派的仙界落入人界需要修行的弟子，在茅草屋与白子画相识就是缘分，可却是孽缘，一路有各路大神相助才顺利成为长流弟子，最后丧失理智入魔教，与师父反目，刺杀师父，可终究还是被师父解救。虽然武功和技艺全无，但却与师父过着幸福的游历生活。学艺时的小谷聪明乖巧，可爱呆萌，刻苦努力。学成后的长流弟子成熟坚定，自信稳重，走火入魔的他凶狠霸道，前后判若两人的表演，让观众不禁感叹小姑娘有如此精彩的表演爆发力，前途无量。因为这部剧中的精湛演技，她获得电视剧金鹰女神的称号，她从此也晋升一线女星行列。第二部，首部古装谍战剧《楚乔传》。这是根据特工原著小说改编，《楚乔传》是首次以古代女特工为题材，由赵丽颖和林更新领衔主演。身怀寒冰绝绝技的女子不幸被贩卖为奴隶，幸好遇到宇文玥，此人是谍指天眼的传人，专为皇家收集各方面情报。她被训练成了一名合格的谍者，武功出众，巧用机关道具，侦查与反侦查能力强，协助宇文玥打击大梁谍者，并帮助燕巡成为燕北王。他有勇有谋，善良正义，知恩图报，重情重义，事业型的女子形象也是男子心中的理想伴侣。这部电视剧中楚乔的人物形象让他拓宽了戏路，有充分表演上的空间，从低贱的女奴形象到英武的马上统帅，从浅尝辄止的感情戏到酣畅淋漓的打斗戏，他的表演让人信服，感觉舒服，这就是观众心中的楚乔。因为《楚乔传》的成功，她成为海外出口的中国影视剧播放量最高的女演员。第三部，古装剧《有匪》。这部凡人少女闯江湖的电视剧同样的同名小说改编，由赵丽颖和王一博领衔主演。身为男刀传人却要终年躲在48寨，因谢云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，也成就了他的男刀神话。一路上他和谢云偶遇各路大神高手，深的高人真传和指点，这其中有祖父的崇拜者，有男刀的对立敌者，有中立的少林武当智者，有精通草药的医者。他聪明有悟性，把各家武功精华都巧妙地运用到了男刀的技法上，终于把男刀发扬光大，闯出了自己的生活江湖。这3部作品是赵丽颖的人生巅峰和事业转型的见证。这3部作品与她搭戏的男演员也全部爆火，接演很多主角的电视剧。花千骨是赵丽颖最青春的年轻记忆，楚乔传是赵丽颖最自信的成熟阶段，有匪是赵丽颖最博爱的难忘回忆。
因为花千骨中神仙白子画和花千骨的师徒虐恋，让观众清醒地认识到平凡的爱恋更珍贵。楚乔传中宇文月和楚乔的师徒生死相救，使大家深刻地明白了爱是奋不顾身的追随。有斐、谢允和周斐的师徒誓死相依，再次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和信心。或许爱真的可以改变自己，这对王炸组合也成了观众心中最佳荧屏 CP。或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观众对他的建议，赵丽颖现在所出演的作品都是接地气的年代剧，比如《幸福到万家》、《野蛮生长》。无论她出演什么样的作品，大家都会支持只为奉献好作品的她。成熟的裙子真美，赵丽颖穿上气质都变了，更端庄更大方了。成熟的打扮和年轻的打扮各有各的优势，大部分人的衣柜中都少不了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服装。想要逛街就穿的时尚一点，让自己显得更加的年轻；想要上班就穿的成熟一点，释放出高级的气质。裙子中设计的较为高级的款式当然也有不少，成熟的裙子有修身效果好的作用，也有让气质显得典雅端庄的效果在。赵丽颖穿成熟的裙子太美，有种独特的优压感，换种风格也很美。不要看她长得可爱，她穿过的成熟风的裙子真的不少，其中有极度高级的，也有稍微有点可爱和时尚的款式。成熟的裙子真美，赵丽颖穿上气质都变了，更端庄更大方了。其实她能穿出这么美的效果，还有搭配的细节选择的很好的因素在其中的。高级裙子的搭配推荐，细节的搭配。成熟的服装在一定的程度上的确代表了稍微有点老气的效果，那么精致的搭配方式就很重要了。不化妆也不好好的收拾自己的头发肯定是不可取的。这里推荐选择华贵一点的耳饰和不算浓的妆容。成熟的裙子推荐，长款的连衣裙释放出来的优雅美是很突出的，有着十分优雅的效果，还让穿搭变得更有气势起来。长裙不在乎宽松的款式还是紧身的款式，都有比较明显的高级范。颜色则更推荐经典配色的，黑色和白色都行。白色的明显要优雅上一些，若是本身年龄感就强的人穿，还会让气势看着比较的年轻自然。黑色的也不至于显老，不过稍微有点低调。成熟裙子的修身特点，设计的可爱的裙子往往是掩藏身材的曲线，让自身的身材看着纤细为主要目的地的。成熟的设计为了是释放出优雅的感觉和自信的女人味，往往在设计的时候会更突出身段。例如穿收腰效果明显的裙子，在腰部加上抓褶的设计的等等，都让裙子能释放出更加优雅和端庄的美。显高级的修身设计不仅如此，还有对于肩膀位置的修饰，让肩膀显宽的设计也使得服装穿搭能看着更高级一些。搭配的推荐，日常穿着的裙子没有太长的款式，不过及踝的也不少，加上轻盈的面料之后，方便日常行动还显得高级不少。不过日常的成熟裙子穿搭就需要更加高级的搭配方式了。例如在搭配的时候选择了比较稳重的大衣和珍珠等复古的配饰等等。鞋子的选择可以是白色的靴子，在春季的时候穿着不至于会显冷。搭配的包选择简单的黑色款式和高级典雅的棕色款式，也能放大精致的美。成熟的裙子的确有年龄感，不过配色清新的和款式时尚的都不容易让服装穿搭变得太过低调，适当的成熟也是美。更多成熟设计的裙装，长裙。若是论风格比较优雅的服装的话，长裙绝对是最常见的。光从款式上就能看到服装中的高级，若是搭配上包臀的款式的话，更加优雅和稳重的气质，则显得迷人上不少。让长裙看着更加成熟的设计方式，则是选择能勾勒出身材曲线的款式，加上条纹的装饰也好，选择反光的面料也行。炫酷还成熟的裙子，设计的比较炫酷的裙子，能展示出来的效果也可以是成熟的，例如选择过膝的款式和搭配的比较的成熟一点就行。
质感高级的裙子。成熟的裙子版型大家熟悉的比较多，不过大家可能忽视了裙子的面料对于高级范的影响。例如呢子面料的裙子和粗花呢面料的裙子等等，既有稳重端庄的感觉，还能有更好的显瘦效果的。这种独特高级面料的裙子，搭配的高级一点当然会更加的稳重。不过搭配上白色衬衫和泡泡袖小衫之后，也能在释放优雅感的同时，稍微释放出一点可爱的感觉。成熟的服装也不都是老气的，白色的短裙和时尚的搭配方式，都有让成熟的搭配变得更加迷人的效果。赵丽颖虽然婚姻不顺，但事业却是更上一层楼。虫子虽然小小的，但是却令很多人都害怕。特别是夏天的时候，要是去菜地里走一走，你会发现菜叶上有很多毛毛虫，那真是让人毛骨悚然。但要是提起当年热播剧《花千骨》中的那个叫糖宝的虫子，相信很多人都超级喜欢的，因为它是那么的可爱，幻化成人形后是一个善良漂亮的小美女。可最后她的结局却是令人心疼的，她为了将主人花千骨从禁闭中救出来，在营救的过程中，被妒忌心很重的女配角倪漫天一掌打死了。聊到糖宝，就不禁让人想起它的主人花千骨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饰演女主角花千骨的赵丽颖。赵丽颖在古装剧《新还珠格格》中出演了晴格格，她甜美的形象、精湛的演技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，后来陆续出演了《陆贞传奇》、《花千骨》等剧走红。在表演方面，她一直非常的努力、勤奋，是个很有上进心的艺人。后来凭借电影《乘风破浪》获得北京大学生最火的女艺人，而后又凭古装剧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获得了金鹰节最受观众喜爱的女艺人。赵丽颖和冯绍峰一起出演过《西游记女儿国》、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等，他们因剧生情。2018年10月，赵丽颖、冯绍峰官宣结婚了，这让很多人都吃惊不已。因为赵丽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出生的孩子，从小就跟着大人下地干农活，剥玉米、收麦子、摘棉花等。而冯绍峰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，是豪门阔少，他从小就受文艺的妈妈的影响，学话剧、小提琴、演讲等，是个文艺特长生。两人不管在家庭背景还是在成长经历上都有很大的差别。原生家庭的环境不同，成长经历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赵丽颖任劳任怨跑了7年龙套，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出来的一片天。而冯绍峰可以说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，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，水到渠成。曾传闻冯绍峰有过很多个女朋友，他真的收心了吗？婚后真的能一心一意地对赵丽颖好吗？这也是许多粉丝们所担心的问题，所以他们俩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。果不其然，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2年多就结束了。赵丽颖的重心还是一直放在工作上的，因为她结婚以后从来没拿婚姻说事。离婚以后，她的事业也没受到影响，还涨粉了。有数据显示，自从赵丽颖离婚以后，她的微博粉丝直接涨了100万左右，这足以证明赵丽颖是多么的受粉丝们的喜爱啊！值得庆幸的是，赵丽颖并不是恋爱脑，当时虽然是奉子成婚，但婚后她并没有依靠夫家，而是选择继续打拼自己的事业。她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正能量的榜样，靠树树会倒，靠人人会跑。所以女人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，都需要自己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，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事业。如果结婚了，为了家庭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那可是把所有赌注都压在婚姻上了。如果赌输了咋办呢？不要过分依赖婚姻，婚姻只不过是人生必经阶段，而不是全部。不要过分依赖男人，如今社会诱惑这么多，万一遇到花花肠子的男人，那就有的哭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自己对自己最好，所以要学会好好爱自己。